我老公太长时间没被东北人收拾了，忘了自己当年在铁岭跟东北人喝酒被喝到桌底下多少回了，膨胀了，放浪了，惨痛的教训遗忘了，骄傲了，自满了，谦卑的灵魂搁浅了。太长时间没回东北，我老公最近又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啥，结果前天在伦敦碰着了这几个东北男人，终于又被收拾了一顿。回来之后他是个什么状态呢？第二天早上眼镜找不着了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他这眼镜是怎么卡到猫厕所门上的。他是怎么喝多的呢？和他第一次来东北喝多走的是同一个自我消亡的套路。他第一次来东北上俺家吃饭，俺家人给他倒的是白酒，他一闻这味儿，从来没喝过嘛，他一闻这味儿感觉太呛的了，就想换啤的。我就跟他说你把这喝完了就给你换啤的了。我老公说啊，心里寻思赶紧我把这白的喝了，我就可以换啤的了。完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俺家吗？就当时还整的挺正式的，大伙儿都等着我妈提酒呢。但是外国人提酒没有客，酒杯端起来直接喝。我老公也没寻思就是他这个准丈母娘还有话要说。完我妈酒杯一端，还没等说话呢，我老公嘎家2两杯就给周了。完喝完啊，给我妈吓一跳，全桌都瞅他。完我二姨夫一看这小伙真嘎咕，就又给他买上了。完我老公就偷摸问我，不说喝完那杯白的换啤的吗？我说的那咋整？那你就这个喝完再给你换呗。但我妈这话不还没讲呢吗？这杯还没提呢吗？我妈酒杯重新一端，刚要说话，他嘎家又给周了。而且更嚣张的是，人家干完这白的，来哒哒哒哒，紧接着又干个啤的。为啥呢？人长心眼儿了，他发现桌上有啤的，就是没有人给他倒。他寻思你不给我倒，我自己倒。人自己想出这招，他不受不了白的这个挺辣挺冲的味儿吗？所以想出来这招，喝完白的紧跟着来个啤的，完用这啤的涮那个辣味儿。当时我二姨夫老姨夫相视彼此，这是个茬子，连干4两不等人，双管齐下不打奔儿。这小伙真是年轻气盛，肝嫩脾横啊！我们虽然已过盛世壮年，但却垂怜虎狼之嫌。对方打法是以皮养白，我方路数就是贩卖情怀。结果那天的结局我都没法跟你学。反正别的我不说，就到现在的饭店看着他，还让他赔当年的1缸泥鳅鱼呢。但我老公这人呢，他不长记性。前2天上这朋友家吃饭，又是一桌东北人，又是一波东北魂儿，下酒的依然是独白，贩卖的依然是情怀。人宝哥打开一瓶威士忌，问他能喝点不？我老公一看周围啥别没有，拿起个大茶缸子告人家能。然后人家于同学好心问他，你需不需要兑点饮料？他一看别人都没兑，整一个不对，费钱，费钱。他当时那个样就让我想起来我妈养那个吉娃娃，跟院里头大金毛叫嚣炸毛，结果人家金毛都没看着他，一转身一个大屁墩给他做了。结局又是相似的结局。人家那几个东北人都没事儿，赶上我老公这家伙在回去出租车上像个翻滚的大白鲸似的。人家司机问他，先生你没事吧？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告诉我，我靠边给你停下。我老公整一个，他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想说我喝多了？媳妇儿，给他秀一下你粉丝，见一下世面。说别的都没有用，给看小数点儿。吓死他！一个外国人因为不认字儿，找房子能捅出多大乱子？最近我们租的房子合同到期了，又需要换房子了。大胖姐说他放假了没事儿，他先自己去联系中介帮我找着。我欣慰一笑，我知道如果他找，下一个房子啥样我不知道，下一个视频肯定有了。我还跟我同事说，他真正去看房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跟着录。我同事说姐还没去呢，跟中介线上聊天就已经出事儿了。因为我妈打电话告诉大胖媳妇儿说，找房子去之前就一定问准是不是朝南，是朝南再看。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，朝南有阳光比啥都强。大胖媳妇儿记住了朝南是硬性条件，但她根本不知道朝南是啥意思，就开始在 APP 上搜房子，找着不错的房子点进去，进入聊天对话框，问出了我妈让问的问题。但请注意，大胖媳妇儿她会拼音却不识字儿，她同时向北京朝阳区的14个房产中介问出了同样的问题：有朝南吗？中介对此无理需求回复的也是很有耐心。但别担心啊，你别看人大胖媳妇第一句话说错了，但人后边找补的好啊。我丈母娘只想要朝南，她说人越老越需要朝南，最好别太高，但又需要阳光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朝南吗？你爸说你老非要找朝南。
拔成过呀？我老这样吗？我老这样吗？我说你可拉倒吧，还是我回去找房子吧。房子我自己找完了。我说你们剩下的人就负责收拾就行。大胖媳妇收拾完东西，对搬家公司产生了投诉，说你看这搬家公司那箱子上都写着你的名字，那别人看到这些箱子不就知道咱家搬到哪儿去住了吗？这多不讲究隐私啊！我自己来，我可不会轻易泄露张彩玲的住址。然后我妈说为了吉利，先在新家门上贴个对联再搬进去。于是大胖媳妇找了一对以前客户送给我们彩玲一家的定制专属对联，因为她不认字儿，完全看不懂对联写的啥，把它死死的贴在了新家门上。中西合璧，大胖彩玲七唱夫随，雅俗共赏，打铁姐弟，只有地宫，横批彩玲合家欢。大胖媳妇贴完还问我，我今天在屋里收拾屋的时候，我就听见外边走廊里有人说，是张彩玲他家搬这儿来了。你说他们咋猜着的呢？人家我当时搁屋里收拾新家换床垫呢，毫无线索，他们是咋猜到的呢？终于准备好要搬到新家了，没想到啊，后边还有更荒诞的事儿。大胖媳妇在搬家当天，因为无知上演了一段杂技绝活，搬了好几天，终于出发去新家了。我们一车人人都是 VIP， 后备箱空间超大，我妈都夸我开的吉利银河 V900，23排一样宽敞，得房率超高，还是宁德时代电池神盾安全系统。这车老好开了，辅助驾驶操控贼灵活，完全没有开大车的压力感。后来对联让我撕下去了，我说对联不贴了，就贴个福字儿吧。他贴福字儿的时候，咱们不是讲究福字倒贴吗？意思是福到，但他完全不懂。他贴的时候我说中国人在乎这好彩头，所以你贴的时候得反过来，你反着贴。他挺听话，精准做到了将自己反过来贴。我说不是，是你上下方向的倒过来贴，在中国文化中这代表幸运。他说你确定吗？我说我确定。他说好吧。I need to prepare for this. Stop. 这啥呀？这是？哎呦我，你挺灵巧，你挺灵巧。对安排，对安排。俺们一家去哈尔滨了，这哈尔滨之行改变了我们一生。首先出发的头一天，我就告诉大胖媳妇，我说你收拾行李要去哈尔滨。结果不知道为啥，过了几个小时，这个地名在他脑子里头就变异了，哈尔滨被他记成了普洱茶。他就上网搜，以为我们要去云南，行李也是按照彩云之南收拾的。到哈尔滨出了机场，大胖媳妇说云南挺冷啊。我说是，现在-26度。然后我们要去冰雪大世界嘛，他带的呢是背心裤衩。我说那现在也没办法了，你现在就下楼，看能逮着谁，不然借件衣服吧。好在呢，大胖媳妇优点不多，嘴甜算一个，还真东拼西凑借着一身。临进场还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 Army Coat。到了冰雪世界里玩的非常嗨。我说你一个加拿大人，你没见过冰雕吗？他说但是我们的冰雕不飞眼。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总统山。大胖媳妇问我，这个林肯怎么长得有点像《乡村爱情》里的刘能呢？我要看这个人。为啥呀？我要看刘能。看就看，你以为你妈不认识他呢？你妈在东北有人儿。哎呀，能哥。哎，我以为你今天能在这个冰雪世界呢，没看着你，你咋这么忙呢？我呀，今天没去上，有点事儿。那什么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啊！明天你也别走，完我找人，我安排你们啊。哎，好对安排，对安排。然后我就纳闷，我寻思右边这人是谁呢？大胖媳妇说像你旁边站的人。我一看，这不宋晓峰吗？呀，小峰老师！哎呀妈呀，在这儿都遇上你！这是我大胖媳妇，这是小峰老师。你好，小峰，你好！哎呀，这个就是我妹夫啊。小峰老师二话没说送大胖媳妇一个伴手礼，他以为这外国人不懂，结果被大胖媳妇转手就扣回去了。哎呀，这个绿帽看来球员给我的绿帽还适合我戴。绿帽子好帅，必须的，咔咔的，对。就这一个必须的和安排，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平时让他学汉语贼费劲，遇着这俩词儿来劲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回铁岭了，当晚就非要把这俩词儿用上。吃烤串的时候，人家俺家别人都进去了，他在门口自己练。必须的。今儿早上去早市又练上了。单王怎么卖？40块。40块。安排你的，安排。啥叫安排呀？不是，别挨着你拿不了。